就在前不久，亞馬遜 Prime 悄悄上架了一部紀錄片，名叫《S4 鮑勃拉扎的故事》。這部片子由獨立制片人路易吉·文德蒂利耗時3年完成，全長將近2個半小時。可這部片子最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呢？它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用實際尺寸的 3D 還原技術，把那個傳說中位於內華達州沙漠深處，連美國政府都不肯承認其存在的 S4 基地內部1:1搬上了熒幕。連拉扎本人在看到成片的時候都倒吸了一口涼氣。他說準確度高達 9.8 分，這是他30多年來第一次有種仿佛重回現場的感覺。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一個被主流媒體罵了30多年的偽科學家，他的故事到了2026年突然又翻紅了？為什麼這部紀錄片一上線就引爆全網，連喬羅根的播客都不得不再次請他出來開示？更詭異的是，紀錄片上線僅僅1個月，2026年5月8日，五角大樓突然主動公開了160多份 UAP 的解密文件，整個專案被命名為 Pursuit 計劃。短短12小時內，國防部的官方網站就被點擊了3億4千萬次。全世界都在問同一個問題，他們到底想告訴我們什麼？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一切的源頭可能要追溯到2026年2月19日。那一天，川普總統親自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要求國防部、能源部、美國太空總署、聯邦調查局在內的所有聯邦機構全面盤點並公開所有與外星生命、不明飛行器有關的政府檔案。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在2月底接受採訪時公開承認，僅僅 AARO 一個單位手上就壓着超過2000起 UAP 案件，其中還有將近1000起因為資料不足被列為懸案。整個華盛頓的氣氛開始變得有點不一樣。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盧納議員更是隔三差五跳出來逼問五角大樓到底還藏了什麼。而就在這個微妙的時刻，那位37年前最早爆出 S4 內幕的男人鮑勃拉扎又回來了。他帶着一部把 S4 基地内部完整搬上熒幕的 3D 紀錄片回來了。最讓人坐不住的不是那些飛碟，不是那些反重力反应堆，而是他在當年讀到的那份絕密簡報文件中所提到的一個讓全人類脊背發涼的句子。在這份所謂的外星文件當中，人類被稱作容器，而且我們這個容器已經被改造過65次。聽到這裡，你可能覺得這就是好萊塢編出來的劇本。可問題是，如果只是劇本，為什麼從1989年到2026年整整37年，這個故事不僅沒有被證偽，反而被一點一點的用真實的科學發現拼了起來？接下來我們就一層一層的把這個故事剝開，看看那位被全球 UFO 圈奉為祖師爺的拉扎，他到底看見了什麼？時間倒回到1989年5月，在拉斯維加斯的 KLAS 電視台，調查記者喬治·科納普收到了一通匿名電話。電話那頭的男人聲音壓得很低，自稱在內華達州的一個秘密軍事基地工作過。那個基地叫 S4， 位於著名的51區南邊一個叫做爪魚湖的地方。他要求隱去長相，化名為丹尼斯。鏡頭裡的他只露出一個剪影，可他講出的內容卻把整個美國嚇了一跳。他說他被聘用去逆向工程9艘飛碟。是的，9艘，不是1艘，不是2艘，是9艘來自外星的由非人類制造的金屬圓盤。他自稱接受面試的時候，對方是一家國防承包商，而真正的雇主是美國海軍情報部門。每天上下班的时候，他從拉斯維加斯機場坐一架被稱為清潔工航班的小飛機，飛到內利斯空軍基地，再被換上一輛玻璃全部塗黑的巴士，蒙着眼睛拉進 S4。他形容那段路程，每一次都像是被送往刑場，車裡安靜的連自己的心跳都听得見，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車輪輾過粗糙路面的震動，以及越來越深、越來越遠離正常世界的那種詭異氛圍。在那裡，他第一次親眼看見了傳說中的飛碟。到了同年11月，拉扎決定撕掉剪影，正式以本名出現在電視上。從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再也回不去了。家門口開始出現可疑的車，他的車被人裝過追蹤器，甚至有次在路上開車時，被人朝着車窗開了一槍，子彈擦着他的太陽穴飛過。他衝進醫院之後，再也不敢一個人出門。他說他不得不在媒體上公開一切，因為這是他唯一的保命方式。
他把自己變成一個全美國都認識的人，這樣那些想讓他消失的人就不敢輕舉妄動。這也成為 UFO 圈一個著名的悖論。如果拉扎是個騙子，為什麼有人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來讓他閉嘴？更詭異的還在後面。在他被吊銷安全許可之前，他做了一件讓美國軍方至今氣得跳腳的事。他知道每個禮拜三的晚上 S4 都會進行飛碟的試飛實驗，於是他偷偷把幾個朋友帶到了內華達沙漠中一個可以遠眺爪魚湖的山丘上。一連3個禮拜，他們親眼看見了那些不可能存在的光點從基地升起、懸停，然後以人類戰機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角度瞬間轉向，再瞬間消失。其中一個朋友帶着攝影機錄下了部分畫面，那段畫面後來成為 UFO 研究界最有名的目擊證据之一。問題是，拉扎本人並不在這段影片裡，他只是站在山丘上指着天空，告訴朋友們該往哪個方向看。一個騙子怎麼可能準確預言1個小時之後沙漠裡會出現什麼？這件事直接導致他的安全許可被撤銷，也成為他決定公開一切的最後一根稻草。可是拉扎到底在 S4 看到了什麼？他描述了一架最讓他震撼的飛碟，他親自給這架碟取了個名字，叫做運動型號。這架運動型號直徑大約16米，高度大約5米，外觀就是我們從小在電影裡看到的那種經典的飛碟造型，上面有一個圓頂，整體呈現一種拋光金屬的質感。可這台機器最詭異的地方在於，它沒有任何接縫，沒有鉚釘，沒有焊接的痕跡，整架飛碟就好像是從一整塊金屬中直接生長出來一樣。觸感呢？拉扎說，摸起來像是一種帶有液態感的鈦金屬，溫度極低，可一旦通電啟動，整個外殼會發出一種藍紫色的微光。這種感覺，他用了一個比較文藝的形容。他說，就像是摸着一條剛從深海裡撈上來的還沒死透的鯊魚皮。他被允許進入過這架碟的內部一次。他說，裡面的空間極小，駕駛座的椅子只能容得下大約1.3米高的生命體。控制台上沒有按鈕，沒有熒幕，沒有方向盤，就是一塊光滑的平面，上面有幾個內嵌的凹槽。整個內部充滿了一種他形容不出來的氣味，有點像放久了的金屬，又有點像潮濕後的石頭。他形容那個瞬間，他感覺自己仿佛不是站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房間裡，而是被傳送到了某個離我們很遠很遠的星系角落。更可怕的是，當他試圖坐進那把椅子的时候，他發現椅子的弧度根本不適合人類的脊椎，他必須極不自然地蜷縮身體才能勉強坐下。那一刻，他突然意識到，這把椅子的設計師從來就沒有把人類考慮在內，而真正讓拉扎這位自稱的物理學家陷入瘋狂的是這架碟的動力系統。他說，在飛碟的底部呈三角形排列着3具他叫做重力波放大器的裝置，這3具放大器接收的能量來自一個僅僅有壘球大小的反應堆。這個反應堆使用的燃料是一种当時的人類根本不知道的元素。拉扎給這個元素起了一個編號，叫做115號元素。請大家記住這個時間，1989年5月。當拉扎在電視上說出115號元素這幾個字的時候，全世界的元素週期表上根本沒有這個東西。當時人類已經人工合成的最重元素停留在106號、103號之後的元素全部都是極不穩定的同位素，幾乎一造出來就分解。拉扎不但說有115號元素，他還說這個元素在地球上根本沒辦法合成，因為地球的恆星核合成過程能量還不夠，必須要在某種特殊的、質量更大的恆星附近，或者中子星合併的事件中才能自然產生。這個說法跟主流核物理學中一個叫做穩定島的理論驚人地吻合。所謂穩定島，指的是科學家預測在元素週期表的某些超重區域，可能存在一些半衰期極長甚至穩定的同位素。然而這個理論在1989年也只是少數核物理學家在學術會議裡偶爾提及的冷門猜想。一個技術員出身的人怎麼會在電視上把這套理論講得頭頭是道？當時所有的物理學家聽完都笑了，一個連大學成績單都查不到的人竟然敢預言一個元素。然而整整14年之後，奇蹟發生了。2003年，俄羅斯杜布纳聯合核子研究所的科學家配合美國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
正式合成出了原子序数為115的新元素。2016年，這個元素被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正式收錄入元素週期表，命名為 Moscovium， 中文翻譯成鉬。當這個元素的合成新聞刊登在《自然》雜誌上的那一天，全美國的 UFO 圈幾乎是炸了。從此之後，115號元素這個編號開始大規模出現在流行文化當中，從決勝時刻系列遊戲到漫威漫畫，從各種紀錄片到陰謀論播客，鉬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成為人類懷疑自己並非孤獨存在的最直觀證據。當然，我們也必須誠實地說一句，目前科學家在實驗室裡合成出來的鉬線半衰期只有區0點幾秒，根本不穩定。可拉扎當年描述的是一種穩定同位素的115號元素，而這個版本至今地球上一個原子都沒能造出來。換句話說，鉬的合成只證明了115號元素的存在，但它是否真的能夠像拉扎所說，作為穩定燃料來驅動反重力裝置，這個答案仍然懸而未決。但是別忘了，拉扎當年還說過另一句話，他說這種穩定的115號元素無法在地球上制造，所以美國政府所擁有的全部115號元素加起來大約有500磅，都是從那些墜毀或者被回收的飛碟內部直接取出來的。如果這話是真的，那麼這500磅東西現在還鎖在內華達州的某個地下倉庫裡。更耐人尋味的是，2017年聯邦調查局和密西根州警曾經聯合突襲過拉扎自己經營的一家科學供應品公司，官方說法是調查一起涉嫌使用他毒物殺人的刑事案件。可拉扎的支持者堅持認為， FBI 當時真正在找的是他可能私藏的從 S4 偷偷帶出來的一小塊穩定115號元素樣本。這場突襲至今懸而未解。FBI 關於拉扎的檔案經過資訊自由法案的查詢，被證實確實存在，但內容絕大部分仍然處於機密狀態。更離譜的還在後面，拉扎詳細描述了重力波放大器的工作原理。他說，當115號元素被质子束轟擊的時候，會釋放出一種他稱之為重力 A 波的東西，同時元素內部的反應會釋放出反物質，反物質與正物質湮滅產生巨大的能量，這個能量被反應堆轉換為重力波長。這種波並不像我們所熟悉的電磁波那樣在空間中傳播，它是直接扭曲空間本身的存在。當3具放大器同步啟動之後，飛碟周圍的時空就會被彎曲。飛碟並不需要透過推進力前進，它只是讓自己掉進了自己創造出来的時空凹陷裡，從而實現幾乎瞬間的位移。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那些被目擊的飛碟可以做出90度直角轉彎，可以在瞬間從0加速到數千公里時速，而碟內的成員不會被慣性力撕碎。因為從碟內的参考系來看，飛碟根本沒有加速，是宇宙在它周圍滑過去而已。聽起來像是科幻小說，對不對？可是熟悉廣義相对論的朋友會發現，這個原理跟阿爾庫別雷的曲速引擎理論幾乎一模一樣。1994年，墨西哥物理學家阿爾庫別雷在嚴肅的物理學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如果存在某種能夠制造負能量的特殊物質，那麼透過彎曲時空，理論上可以實現超光速旅行。問題是阿爾庫別雷發論文的時間是1994年，而拉扎在電視上講出這個原理是1989年，整整早了5年。一個被罵成騙子的人，怎麼會在主流物理學家發論文之前就把這套東西的原理講得清清楚楚？而且更可怕的是，2021年 NASA 的一位研究員索能多布雷夫在物理学期刊上發表論文，第一次提出了不需要負能量的曲速场數學模型。這個模型的核心概念再次跟拉扎當年的描述高度吻合。當然，質疑者也有他們的說法，他們說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的学籍系統裡都查不到拉扎這個人。他自稱拿過麻省理工的物理碩士和加州理工的電子工程碩士，但2所學校都翻遍了檔案，找不到任何一份記錄。他自稱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擔任過物理學家，但實驗室方面承認他確實去過，可身份只是承包商的技術員，沒有任何高階研究員的職位。他自稱的所謂海軍情報部門被指出根本不存在這樣一個機構。1990年，他因為涉及內華達州的賣淫集團被捕。2006年，他的公司又因為違反聯邦危險物質法案被起訴。這些污點被反對者反覆拿來攻擊他的可信度。
著名的 UFO 研究者斯坦顿·弗里德曼以及科普作家唐纳·普罗瑟罗都曾经公開表示，拉扎的學術背景幾乎全部都是憑空捏造。他在所謂的麻省理工就讀期間，實際上正在加州的皮爾斯社區學院上夜校，地理上不可能同時出現在2個相隔超過4000公里的地方。可是支持者反擊得更狠，他們說，如果拉扎是個騙子，為什麼他在1989年就能準確說出14年後才會被合成的115號元素？為什麼他能夠在阿爾庫別雷之前就講出曲速引擎的核心原理？為什麼他的學歷記錄會莫名其妙地從2所頂尖大學的檔案中消失？支持者認為，這恰恰證明了美國政府為了讓他失去可信度，動用了從學術記錄到刑事司法的全套抹除工具。連那位最早採訪他的記者喬治·克納普，在過去30多年裡反覆找回了拉扎當年的零星線索，包括一張1982年由洛斯阿拉莫斯地方報紙刊登的把拉扎介紹為實驗室物理學家的簡報。這份簡報的存在至少證明了在他公開爆料之前，他就已經被當地媒體以物理學家的身份報道過。而現在2026年的這部紀錄片把所有這些30多年來的證據和反證第一次用沉浸式的 3D 技術完整呈現了出來。觀眾不再是聽拉扎用嘴巴描述，而是真的被帶進了那個傳說中的 S4 基地，走過那條他描述了無數次的長廊，看着9架飛碟一字排開停靠在山洞裡的機庫中，甚至能夠看到那座被他稱為運動型號的飛碟在通電的瞬間綻放出藍紫色的光芒。觀眾仿佛可以摸到那層液態態的外殼，可以聽到反應堆啟動時那種低沉的，像是有某種生物在呼吸的嗡鸣聲。但是這還不是這個故事最讓人發冷的地方。最讓人發冷的是拉扎在 S4 的时候曾經被允許短暫地閱讀過幾份藍色封皮的絕密簡報文件。這幾份文件的封面上印着一個讓他永遠忘不掉的標題：外星生物科技起源計劃。根據拉扎的回憶，這份簡報的內容非常驚人。文件裡寫着，這些飛碟的來源並不在太陽系內，而是來自於距離地球大約39光年的王古座澤塔雙星系統，也就是英文裡的 Zeta Reticuli。 文件特別標注了一個代號叫做 ZR3。 拉扎當時的理解是，這指的是澤塔王古2號星周圍的第3顆行星，而那些制造這些飛碟的生命體，文件裡的稱呼非常簡單：灰人。澤塔王古雙星系統這個名字在 UFO 史上有着極為特殊的地位。1961年，美國新罕布夏州一對叫做貝蒂與巴尼希爾的夫婦，在開車回家的路上聲稱被一艘飛碟攔截，並被帶上船進行了某種醫學檢查。事後在催眠回溯的過程中，貝蒂回憶起他在飛碟內部看到了一張立體星圖，他當時把這張星圖憑記憶畫了下來。一直到1969年，俄亥俄州一位叫做馬喬利·菲什的天文老師花了幾年時間，用紙板和繩子在自家客廳搭建出一個3維恆星模型，比對了當時最新的恆星距離數據，最後確認貝蒂所畫的那張星圖幾乎完美對應於澤塔王古雙星系統及其周邊恆星的相對位置。問題是，貝蒂希爾從來沒有接受過天文學訓練，而當時關於澤塔王古系統距離地球的精確數據，連專業天文學家都還沒有完全掌握。換句話說，早在拉扎爆料的28年之前，這個遠在39光年之外的雙星系統就已經以一種無法解釋的方式跟外星人這個議題綁定在了一起。灰人的形象跟貝蒂與巴尼希爾被綁架案中受害者所描述的形象幾乎完全一致，1米左右的身高，光滑無毛的灰白色皮膚，巨大的杏仁狀黑眼睛，幾乎退化的鼻孔和嘴巴，細長的四肢。拉扎說，當他在 S4 基地的走廊上經過某個房間的時候，曾經透過門上的小窗戶瞥見過裡面坐着一個矮小的身影，背對着他，帶着某種儀器。當時他的同事一把他拉走，告訴他不要看，那不是你該看的。那一瞥雖然只有不到2秒鐘，可是拉扎說，他到今天閉上眼睛依然能夠清晰地回憶起那個身影的輪廓，以及他當時那種說不出來的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抓住后颈的恐懼。而文件裡所描述的人類起源故事才是真正讓人脊背發涼的部分。簡報明確記載，灰人並不是最近才到地球的訪客，
他們參與地球人類事務的時間至少超過了1萬年，可這個1萬年只是這一輪的觀察期。文件裡進一步寫道，從更早的尺度來看，人類這個物種是被外部介入修正的演化結果。文件用了一个極為冷酷的措辭，人類在演化的歷程中，作為一個物種，已經被基因改造了65次。請大家停下來，仔細品味這句話。65次，不是1次，不是2次，不是偶然的接觸，而是65次有計劃、有目的的基因介入。每一次的介入，可能對應的就是我們在化石記錄中所看到的某些智人祖先在某個時間點突然出現的神秘跳躍。我們來盤點一下這些跳躍。440萬年前，地緣阿迪突然從黑猩猩的祖先群體中分化出來，學會直立行走，這是第一次跳躍嗎？370萬年前，南方古猿開始使用木棍，這是第2次嗎？240萬年前，能人開始製造石器，這是第3次嗎？190萬年前，直立人突然失去全身體毛，腦容量飆升 30%， 這是第4次嗎？40萬年前，海德堡人突然能夠製造複雜的長毛，舌骨開始變化，能發出簡單音節，這是第5次嗎？20萬年前，智人突然在非洲出現，腦容量達到1500毫升的當代水平，這是第6次嗎？7萬年前，多巴火山爆發後，智人只剩800個能繁衍的個體，可短短1萬年後，我們竟然能反殺強壯聰明的尼安德特人，這是第10次嗎？第20次嗎？從直立行走到複雜語言，從石器到火，從藝術到宗教，每一次飛躍都是那麼突兀，那麼難以用純粹的自然選擇來解釋。如果文件所說的65次改造是真的，那麼我們今天所謂的人類，可能根本就不是某個自然演化的終點，而是一個經過65次版本更新之後的，仍然處於測試階段的試驗品。而比65次更讓人窒息的是文件對人類這個物種的稱呼。文件裡反覆出現一個詞，容器。灰人把我們稱為容器。容器這2個字在原文當中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解釋。拉扎自己也承認，他當時看到這個詞之後困惑了很久。我們是裝什麼的容器？是裝靈魂的容器？是裝某種能量的容器？還是說我們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個培養皿，正在孕育着某種我們自己都察覺不到的東西？關於這個容器的真實含義，過去30多年來 UFO 研究者們提出了數十種猜想。有人引用了拉扎當年的合作夥伴約翰·里爾的說法，里爾曾經告訴他，外星人看人類就像看葡萄酒一樣，我們的身體是發酵的瓶子，我們的靈魂才是他們真正在等待的，需要被反覆陳釀的成熟產物。也有人引用了林達豪等資深調查記者的研究，認為某些非人類智慧體可能在以某種我們無法理解的方式從人類意識中汲取能量。也有人引用了大衛·艾克的爬蟲人理論，認為地球本來就是某種高等存在的養殖場，我們只是這座養殖場裡的一茬一茬的牲口。還有一種更冷的猜想，猜想者認為所謂的容器可能指的就是人類這副生物軀殼能夠承載某種比普通動物意識更高維度的精神實體。換句話說，靈魂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某種高等存在從別的地方裝進這個容器裡的。當容器的條件成熟，靈魂就被植入；當容器死亡，靈魂就被取出，帶回原本所屬的維度，進行某種我們無法理解的後續處理。這個解釋如果成立，那麼地球上所有的宗教，所有關於來世和審判的概念，可能就不是人類自己編出來的安慰故事，而是對某種真實宇宙運作機制的模糊而扭曲的記憶。可不論你接受哪種解釋，問題的核心都沒有變。如果這份文件是真的，那麼我們所引以為傲的這個物種，從一開始就不是地球自然演化的結晶。我們的存在，從基因層級到意識層級，可能都被另一個更高級的存在所設計、培育、引導，甚至監看着。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在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古老文明的神話當中，都有從天而降的神祇用泥土塑造人類的故事。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蘇美爾人的泥板上刻着阿努納奇從天堂下凡，用自己的基因混合了地球原始類人猿來創造工人的傳說。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瑪雅人、印度吠陀、希伯來聖經、中國的女媧傳說，這些彼此之間在地理上幾乎不可能互相影響的文化，
卻不約而同地保留着同一個核心情節：人類是被造的。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全球幾乎每一個文明的天文系統裡都記錄着昴宿星團的位置，並把它與人類的起源綁在一起。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從金字塔到秘魯的薩克塞瓦曼，再到玻利維亞的普馬蓬古，那些用石器時代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工程奇蹟，至今仍然挺立在我們的眼前。也許這就是為什麼7萬年前的多巴火山爆發之後，全人類只剩下不到1000個能繁衍後代的個體，可我們不僅沒有滅絕，反而在短短幾萬年內反殺了強壯聰明的尼安德特人，征服了整個地球。這每一次的奇蹟，每一次的躍遷，每一次的不該活下來卻又活下來，在拉扎所看到的那份文件中，都被冷冷地標記為一個編號：第1次改造，第2次改造，第37次改造，第65次改造。在那些灰人的眼中，這些对我們而言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可能就只是實驗記錄表上的一行行冷冰冰的時間戳。讓我們把視角拉回到2026年，為什麼這個故事在這個時間點突然被重新挖了出来？為什麼五角大樓在4月份紀錄片上線之後，突然就在5月8日丟出160多份解密文件？為什麼總統會親自下令，要求所有的聯邦機構配合 UAP 的揭秘？我們來看看這次 Perseus 計劃所公開的文件，內容其實相當勁爆。其中一份1994年的國務院電報，記錄了美國駐塔吉克的外交人員親眼看見一個飛行物在哈薩克上空做出極端急轉和高速機動。這份電報壓了整整32年才解密。另一份是2023年地中海愛琴海上空的軍事報告，美軍偵察機拍到一個沒有任何已知特徵的物體在高速飛行。還有更耐人尋味的是 NASA 阿波羅12號任務中拍攝的來自月球表面的不明現象照片。這些照片過去從來沒有公開過。當這些檔案在5月8日同時出現在國防部官網的時候，整個 UFO 圈炸了，連向來對這類議題保持冷漠的主流媒體也不得不騰出版面來報道。而這場揭秘浪潮遠不只是一個孤立事件。從2017年紐約時報曝光五角大樓的隱藏 UAP 研究計劃，到2022年 AARO 的成立，再到2024年國會聽證會上多名退役軍方人員實名作證，包括前情報官員大衛·格魯什公開宣稱美國政府擁有外星飛行器的物理樣本以及外星生物的遗骸。整個美國政府對於 UAP 議題的態度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發生轉變。2025年所謂的揭秘時代紀錄片，更是請出了包括國務卿盧比歐、參議員吉利布蘭德在內的34位現任或前任的政府、軍方、情報界高官，他們全部實名出鏡，公開談論 UAP 的真實性。當這些級別的人物開始集體開口的時候，這已經不是邊緣陰謀論，而是一場正在進行式的國家級信息戰。2026年的這場集中爆料，可能只是更大規模信息釋放的開胃菜。揭秘基金會主席克里斯多弗·梅倫，這位曾在情報界服務近20年的前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公開表示， Perseus 所釋出的數據規模本身就是一種革命，這背後一定還有更多被分類為絕密的影像和檔案。一些深度參與這個議題的人士相信，真正震撼級的揭秘還在後面，可能會在未來的2到3年內逐步釋出，包括但不限於對特定墜毀飛行器的承認，對非人類智慧體存在的官方確認，乃至對逆向工程計劃的部分公開。如果這條時間線是真的，那麼鮑勃拉扎在2026年帶着 S4 這部 3D 紀錄片回歸，就絕對不是巧合。這更像是一場精心安排的鋪墊，先讓公眾在情感層面上重新熟悉這個故事，然後再讓官方檔案在理性層面上一錘一錘地敲下來。從拉扎的個人爆料，到五角大樓的 Perseus 計劃，再到國會的 UAP 透明法案，這條鏈條正在被一環一環地打通。當然，也有人持完全相反的觀點。AARO 的前任負責人、物理學家肖恩·科克·帕特里克在5月8日的解密文件公布之後，第一時間出來反駁。他認為這批文件裡沒有任何超乎預期的內容，大部分所謂的 UAP 都是紅外感測器在處理高溫物體時所產生的視覺異常，把這些原始素材在沒有專業分析的情況下散布出來，只會制造更多的混亂和猜測。主流科學界也指出，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受同行評審的研究
能夠證實任何一起 UAP 事件涉及超出人類技術水平的科技。可問題在於，當官方一方面說沒有任何證據，另一方面卻又每隔幾個月就要公開新一批的解密文件。當總統親自下令要全面公開檔案，當國會議員逼着國防部長一份一份遞交檔案出來，這種行為本身已經背離了沒有東西可看的敘事。如果真的什麼都沒有，他們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如果真的什麼都沒有，為什麼從拉扎開始，每一個試圖公開更多細節的內部人員都會在不同的時間點以不同的方式遭遇困難？如果真的什麼都沒有，為什麼那批存放在內華達州沙漠深處的被傳了30多年的所謂飛碟，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美國總統敢親口否認他們的存在？也許答案就藏在拉扎當年所看到的那份文件當中。那份文件告訴我們，我們是容器，我们被改造了65次。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我們所謂的自由意志，我們所謂的文明進步，我們所謂的科技突破，可能都只不過是某個更高級的智慧體在它自己的時間尺度裡對我們進行的一次例行觀察。我們以為自己是地球的主人，可在他們的眼中，我們可能只是一批正在發酵中的編號為第65代的試驗品。那些古老的神話為什麼會出現在每一個獨立發展的人類文明當中？那些金字塔上精準到毫米級的工程奇蹟是怎麼用我們所謂的銅器時代工具做出来的？那些散見於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的史前巨石遺址，為什麼會在彼此完全沒有交流的情況下呈現出相同的天文學知識？為什麼我們的 DNA 當中有將近 8% 的序列來自不明來源的古病毒？這些序列卻正好在控制我們大腦發育、語言能力、社交行為的關鍵基因附近。為什麼人類擁有所有靈長類動物中最高的腦容量比例，可我們的咬合力、體毛、嗅覺卻全部都退化得不可思議？這些謎團，當我們套上那個讓人不寒而栗的容器理論之後，似乎都有了某種我們不願意承認的，卻又無比合理的解釋。當然，我並不是在告訴大家，拉扎所有的話都是真的。37年來，他的故事中確實有許多細節經不起推敲，他的學歷問題也確實是難以解釋的硬傷。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他在元素周期表還沒有115號元素的年代就準確預言了它的存在。他在曲速引擎理論還沒有發表的時候就講出了它的原理。他描述的 S4 基地至今讓五角大樓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他描述的灰人形象與獨立於他的眾多目擊報告高度吻合。這些巧合是任何一個騙子單憑想象力都很難全部編造出來的。而當你把這一切放在2026年這個正在進行式的揭秘浪潮當中來看，你就會發現，這個故事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從邊緣走向主流。也許在不遠的將來，當某一天我們在電視上聽到某位高官親口確認某些事情的時候，我們才會回過頭來想起37年前那個被罵了無數次的男人可能從一開始就沒有騙我們。那麼問題就回到了最開始，如果我們真的是容器，如果我們真的被改造了65次，下一次的改造會發生在什麼時候？也許就在我們以為 AI 是自己創造的工具的時候，也許就在我們以為基因編輯是自己的科學進步的時候，也許就在我們以為意識上傳是自己的技術突破的時候，那位更高級的存在正在我們沒有察覺的角落裡啟動着第66次的城市更新。仔細想想，這些年來我們所經歷的一切是不是都有點奇怪？從2020年開始的全球疫情，讓全人類戴上口罩，注射 mRNA 疫苗，這是不是某種大規模的無差別的生物樣本採集和基因介入？從2023年起爆發式增長的生成式 AI， 讓我們把自己最隱私的思考、最深層的情感、最瑣碎的日常全部都餵給了一個我們根本不理解的黑盒子。這是不是某種大規模的無差別的意识數據採集？從2024年開始流行的腦機界面實驗，伊隆馬斯克的 Neuralink 公司已經把晶片植入了第一批人類志願者的大腦。這是不是新一代容器升級的試水？這一切是不是都太巧合、太快、太順了？當這一次更新完成之後，我們會變成什麼？我們會升級為更高級的容器，去裝載某種我們現在還無法想象的東西，還是會被當成已經完成任務的舊版本，悄悄地從這個遊戲裡被刪除？
又或者那位高高在上的設計師根本就不在乎我們會變成什麼，他只在乎那個我們所裝載的卻又從未被告知的東西是否已經發酵到了可以被收割的成熟度。宇宙这場遊戲已經玩了至少40多億年，我們作為玩家入場的時間只不過短短幾萬年。在這個尺度上看，我們的傲慢可能本身就是一種被設計出來的用來掩蓋真相的程式。鲍勃拉扎可能只是無意之中撞見了開发者後台的一行注解，那一行注解只有2個字：容器。2026年的這個夏天，當你抬頭看着夜空中那些閃爍的星星時，請問自己一個問題：在這片浩瀚的黑暗中，那些早在我們學會直立行走之前就已經盯着這個藍色星球看了不知道多少萬年的眼睛，他們現在正在看着我們嗎？他們手上那份標記着第65代試驗品的實驗記錄，現在打開到了哪一頁？而如果他們真的還在看，下一次他們決定動手的時候，會留給我們什麼？各位朋友，請珍惜你身邊每一個還沒有被改造過的清晨，因為下一個清晨，也許就是答案降臨的時刻。當那一刻來臨的時候，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那位掌管着城市更新的工程師，這一次能夠手下留情。讓我們這些已經陪他玩了65輪的卑微而堅韌的容器，再多裝載一段屬於我們自己的自由的時光。